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最近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，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买一些绿豆来煮汤喝。但是想要把绿豆煮至软烂好吃，特别的浪费时间，一般最少也需要熬制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无论是我们在煮绿豆、红豆还是黑豆的时候，只需要多加这一步，10分钟就能将我们的豆子煮至软烂出沙，特别的实用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盆中准备300克绿豆，将坏的发霉的绿豆挑出来，否则会影响口感。在买绿豆的时候，尽量选择那种颗粒比较饱满均匀、不含杂质的绿豆。全部挑选好之后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将绿豆清洗一下，因为绿豆表面有很多的泥土和杂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用清水清洗完之后，表面非常的脏，所以说绿豆一定要用清水多清洗2遍。绿豆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捞出来，分成2份，一份豆子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在里面加入少许白醋。加入白醋能使煮出来的绿豆更加的软烂好吃。再倒入适量的温水，没过绿豆就可以。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另一份直接倒入锅中，在里面倒入少量的清水，水量没过绿豆的1/2就可以。这里要注意，不建议用铁锅来炒，因为铁锅炒出的豆子会有锅气，并且铁锅传热很快，受热不均匀，很容易把豆子炒糊了。先开大火翻炒，把锅里边的水分炒干。在炒绿豆的时候加入少许清水，这样水分更容易渗透到绿豆里面去，在炒的过程中绿豆就不容易炒糊了。看到绿豆表面的水分已经炒干了，这时把火转到最小，这时一定要不停的翻炒，千万不要偷懒，防止把绿豆炒糊了。绿豆营养丰富，含有大量的淀粉、蛋白质、糖类、纤维素等，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。尤其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绿豆不但可以做绿豆汤，还可以做绿豆冰沙、雪糕，真的是好吃又解暑。大约翻炒1分钟后，绿豆的表面已经慢慢的发生了变化，表面变成了浅黄色。这里不需要打开油烟机，因为打开油烟机的话，我们就闻不到绿豆从生豆味变成浓浓的豆香味了。再进行慢慢的翻炒，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用铲子不停的来回翻动，翻炒至绿豆表皮有一些开裂，并且能闻到浓浓的绿豆香，这个时候绿豆就已经炒好了。我们炒绿豆也就用了3到4分钟的时间。这里炒绿豆千万不要炒焦，避免绿豆汤会有一股胡椒味，影响口感。准备一个砂锅，将炒好的绿豆倒进来，再倒入适量的凉水，这里注意一定要是凉水，因为这时候绿豆是非常热的一个状态，遇到冰凉的水，在热胀冷缩的情况下，豆子就会迅速开裂。先开大火煮上1分钟，在煮的过程中可以用勺子不停的搅动，使豆子受热均匀，这样绿豆更容易煮至软烂。1分钟后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再煮上6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的另一半豆子也已经泡好了，控水捞出来，放入一个保鲜袋里，将口系紧，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起来。这个豆子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冻上几包，在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可以煮。像这种冷冻的豆子不需要解冻，直接倒入锅中煮就可以。不过这里注意要加入开水来煮制。同样也是在热胀冷缩的原理下，绿豆很快就会开花了，并且还能缩短煮制的时间，大约10多分钟
豆子就能软烂开花。如果想要煮出绿豆沙，需要再煮上10分钟。这个时候，砂锅里边的豆子也已经煮好了，在里面挤入几滴柠檬汁，加入少许黄冰糖，这样绿豆的口感喝起来会更好。用勺子将冰糖搅拌至融化，盖上盖子，再煮上1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绿豆已经煮得非常软烂了，用手一捏就碎，像这样就行。舀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用这种方法煮好的绿豆汤，味道是带着一点姜糖味的，非常的好喝，并且绿豆也非常的酥软。天气炎热，来上这么一碗，真的是解渴又解暑。这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在里面加入少许微牛奶，这样喝起来就是奶茶的味道，奶香味浓郁。也可以加一点冰块，也非常不错。两种煮绿豆的方法都是多加一步，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，煮出来的绿豆软烂开花，喝起来会非常的香。朋友们，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下方留言评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鸡蛋饼。自从学会这样做，我家早餐就不买着吃了，10分钟就可以出锅，营养又美味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碗中准备200克普通面粉，在里面加入3克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倒入200克的清水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。这里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饼才会更加的柔软好吃。搅拌至像这种比较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入200克的清水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水和面粉的比例是2比1就可以。最后加入少许玉米油，玉米油可以锁住面糊的水分，使做出来的饼柔软又劲道，并且凉了也不会硬。搅拌至像这样比较细腻光滑的面糊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放一旁醒上5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根孩子爱吃的香肠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条，最后切成小丁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口感吃起来会更好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香葱，切成葱花。小葱这里可以多切一点，吃起来葱香味浓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半根青椒，先切成细丝，再切成小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在里面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少许白醋去腥，再加入少许食盐入一下底味儿。用筷子把鸡蛋充分搅拌均匀，使蛋清和蛋黄完全融合在一起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面糊也醒好了，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这样面糊会更均匀一些。接下来电饼铛屉先预热，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然后舀入2勺面糊，喜欢吃薄一点的可以少放一些。晃动一下电饼铛摊均匀，盖上盖子，先烙上15秒，烙至饼子定型以后，再倒入1/4的鸡蛋液，用铲子将鸡蛋液摊开，撒一些黑芝麻增香，
再将切好的火腿丁、葱花、青椒丁撒进来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盖上盖子，烙上30秒，期间可以转动一下鸡蛋饼，使之收热均匀。时间到了以后，上面刷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，给它翻个面，再烙另一面。15秒后再翻个面，哇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个小饼特别薄，烙个2分钟就熟了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放到案板上给它卷起来，用刀切成小块，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一道好吃又简单的鸡蛋饼就做好了，柔软又劲道，很适合早上起来做，特别的节省时间。饼非常的软，就算是放凉了也不会硬。早上再搭配上一碗小米粥或者是豆浆，真的是非常有营养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